大妈在门上装了4把锁，还把电饭锅放在衣橱里，这么安全的家她却不住，整天推着婴儿车睡在公共厕所。婴儿车被严严实实包了起来，里面还时不时发出怪声。关键这大妈也没孩子，问她里面是什么，大妈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快速离开了。等再次遇到她，大妈正在吃猫罐头，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，突然里面就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小手，这才看清楚，原来里面还有一只猫。夜幕降临，大妈就来到公共厕所准备睡觉。为啥有家不回，天天露宿街头呢？沟通了好长时间，大妈终于讲话了，说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，家里那个怪东西一直跟着她，还一直偷自己的东西，家里到底有什么让她如此恐惧呢？大家提议跟她一起回家看看，毕竟人多势众。大妈同意了。来到门口，大家就隐隐感觉家里确实不简单。大门被她装了4把锁，挨个打开一看，里面还有一扇防盗门，上面还有2把锁。刚进来，大妈就赶紧用柜子挡住了门，屋里窗帘紧闭，没有一丝光亮。她甚至把电饭煲放在了衣橱里，说是怕有人偷，但真的有小偷吗？在大妈的同意下，大家安装了摄像机，看能不能抓到她说的那个怪东西。一夜过去了，没发现小偷，却发现了大妈的反常行为，整夜不睡觉，在屋里来回走动，还时不时跪在地上做着奇怪的动作。白天大家问她为啥不睡觉，她指了指天花板，说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，整夜嘲笑她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8成又是心理问题。在当地相关机构的帮助下，大家说服她接受治疗。一番交流下来，医生说大妈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，会时不时出现幻听，应该是由于父母过世对她打击过大导致的，只要治疗得当，还是能好起来的。最后大妈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说会好好配合治疗，几个月后再见到她，精神面貌已远超过去，成为了一个正常人。大姐生孩子不去医院，却来到了按摩店，让技师疯狂按压肚子，因为这肚子里的东西实在太怪，怀了3天就要生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在3天前，她因为胃痛来医院，没成想却检测出了婴儿的心跳声，原来她并不是胃痛，而是马上要生了。大姐直接懵掉了，才知道自己早就怀孕了。比大姐还震惊的是她丈夫，由于工作原因，夫妻俩已经分居7个月了，现在你说你怀孕要生了，这要怎么解释呢？丈夫甚至怀疑她外面有人了，不过医生给出了解释，说大姐也是怀胎10月来着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。大姐说虽然肚子确实大了一点，她就单纯的以为自己胖了，还特意去做了减肥按摩，就是专门按肚子的那种。就算是这样，那肯定有一些怀孕的症状吧，就比如例假肯定没有了吧。大姐说例假确实一直没来，但自己这方面一直不规律，所以也没在意。不得不说，大姐心是真大。后知后觉的大姐非常自责，只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。不过意外还是出现了，生产过程中脐带缠住了宝宝的脖子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好在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，最终大姐顺利生产。孩子有个这样的妈，能活下来还真是个奇迹。她在厕所偷偷装监控，正对着马桶，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每次她半夜去厕所，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，关键家里就她一个人，而且自己都会随手冲马桶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进来。这怪异现象搞得她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她现在半夜都不敢上厕所，有次实在尿急，蹑手蹑脚的来到厕所门口，就看到一个黑影闪过，这黑影有点似曾相识，这下她更怕了，硬是憋到了天亮才去厕所。不出意外，厕所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，看尿的颜色，这东西啊还有点上火，实在没招了，只好在厕所偷偷安装了监控。一夜过后查看监控，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，这一切竟然是他家的猫干的。现在猫都会上厕所了吗？大叔无奈一笑，说等它上厕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来了尿意，刚来到厕所，猫就跟了过来，直接跳上马桶，像人一样蹲在那里，表情十分严肃。大叔说自己从来没训练过它，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呢？专家表示，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，如果你们关系很好，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，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。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。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，之前主人上厕所，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，可能慢慢的就学会用马桶了。大叔表示，如果它用完能冲一下就更好了。它的眼睛会流水晶，只要稍微翻下眼皮，一颗水晶就冒了出来，再翻一下又掉下来一颗，仔细一看，里面好像还有一颗。每当它哭的时候，水晶产生的更多，都不用挤，自己就能掉下来。水晶看着锋利无比，但它眼睛却丝毫没有受伤。这种不寻常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，一天大约会产8颗，大小形状各异，但都非常锋利。女孩说有天早上醒来，就感觉眼睛里面好像有东西，揉了几下就出来好几颗水晶一样的东西。父母赶紧送她去了医院，医生也从未见过这种情况，检查一番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后来还被电视采访过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希望可以买1颗，他们觉得这东西可以治病。女孩的父母刚开始很担心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发现女儿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，而且还能赚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个女孩眼睛里也会流水晶，这种现象是2个月前开始的。刚开始以为是眼睛里进了玻璃碎片，但这东西越流越多，几天就收集了1小盒，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就能产出50颗，这才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。
去过很多医院，医生都没能找到原因，只能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他每天戴着头盔睡觉，虽然不舒服，但不得不这样做，因为他家猫是个流氓，每天晚上往他脸上撒尿，看到主人熟睡后，悄咪咪蹲在旁边，直接往脸上呲。关键这猫有时候还上火，那味道简直了，主人很是崩溃。为啥这只猫会有两副面孔？白天明明很温顺，为啥到了晚上就往自己脸上撒尿呢？主人也尝试过很多办法，甚至还打过它，都无济于事，实在没招了。他决定戴着头盔睡觉，因为实在不舒服。刚睡了一会就把头盔摘掉了，这就让小白逮到机会了，悄咪咪凑上来，深情地看着主人，确认主人睡着后，情不自禁的就往脸上呲。主人再次被叫醒，对小白一阵数落。医生也被小白的迷惑行为给逗乐了。仔细观察后，医生认为这可能是小白的一种沟通表达方式，一直对主人撒尿，可能是因为主人一直没能理解他的需求。那小白到底想给主人说什么呢？医生观察后说，因为主人家里宠物众多，小白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得很小，而且它还是个社恐猫，所以经常会独自蜷缩在角落，一直撒尿是在表达自己对周围环境的不满意，但并没有引起主人的注意。但当他往主人脸上撒尿时，会立刻得到回应。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主人理解自己。医生的建议是给小白单独做个新家，让他有个相对自由放松的生活环境。看得出来小白对新家非常满意。那现在他还会对主人撒尿吗？当天晚上等主人睡着后，小白又悄咪咪来到主人身边，但这次没有撒尿，深情地看着主人，好像在说，主人你终于懂我了。这个健身器材会自己运动，周围没有人，也没有一丝风，它却持续摆动了10分钟，仿佛有人在上面锻炼一样。旁边还经常出现一只黑猫，死死盯着健身器材，器材一动黑猫就叫，看起来非常瘆人。诡异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晨，虽然漫步机已经停止了摆动，但手臂健身器又开始自己转圈，周围依旧没人也没风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来到旁边，突然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，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转个不停。很明显啊，这鬼不怕生。工作人员不信邪，直接站了上去，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。等他下来后，器材竟然持续摆动了10分钟，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惯性的原因吗？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地站上去，运动起来真的好丝滑。大家又给手臂健身器做了个对比，用相同力气转动健身器，这个问题器材比其他的整整多转了好几分钟。这时公园管理员大爷来了，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这是前几天新安装的，涂抹了过量的润滑油，所以比较丝滑，只要轻轻一晃就可以持续摆动很久，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。健身器材很可能就是这只黑猫晃动的。这种会上树的羊拉的屎竟然是当地有名的美食，当地人会在里面加入少量蜂蜜后，用来蘸着面包吃，据说口感醇香浓厚，跟我们吃的麻酱有相似的味道。就是这一群会上树的摩洛哥山羊，它们的蹄子分开后可以牢牢卡在树杈中，站在树上如履平地。山羊上的也并不是普通的树木，而是当地一种非常珍贵的阿甘树。这种树能生存上百年，果实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，果核则可以榨油。手动去皮的话比较费劲，所以山羊上树就扮演了一个去皮机的功能，不但能喂饱这些山羊，还能省下不少的工序。山羊无法消化果核，会随着粪便排出，果核经过山羊的消化后，会形成一种独特的风味，令当地人神魂颠倒。当地人收集这些粪便，在里面筛选出果核，经过手动清洗、低温烘烤，然后再将其用石磨碾碎，这样就生产出了阿甘油。阿甘油被称作液体黄金，是公认的天然护肤品，还可以作为护发素，能修复受损的毛发。另外，阿甘油还是绝佳的食用油，味道醇香浓厚，据说价格很高，大约每升300美元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贵的油。为了大规模的榨取阿甘油，现在都会采用机器榨油，这种方式出油率高，但是会少了一种风味。榨油后剩余的残渣，味道和我们吃的芝麻酱颇为相似。摩洛哥人会加入少量的蜂蜜，用来蘸着面包吃。如今在摩洛哥的很多地区，仍然可以看到山羊上树的场景，但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，游客可以和他们合影，但很少能吃到羊屎炸的油了。印度的卫生巾竟然是用香蕉树做的，据说防侧漏的效果非常好，一棵香蕉树就可以生产3000个卫生巾。看完只能说，不愧为印度。香蕉树其实并不是树，属于一年生草本植物，每次采摘完就会把香蕉树砍掉，以促进新芽的生长，这样到了来年香蕉树又可以重新结果。但砍掉的香蕉树被随意丢弃在路边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。印度这家公司就想着如何变废为宝，经过不懈的研究，还真研究出来了，不仅可以把香蕉树做成卫生巾，还可以做成各种布料，甚至是糖果。下面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把香蕉树变成卫生巾的。第一步，把树干切成2半，接着工人把树干一层层剥开，随后送入机器进行压榨，这样就留下了树干纤维。清洗干净后，挂起来晾干，等纤维干透，继续把纤维送进切割机，将它们切成更短的纤维。下一步就是将这些碎片通过特殊的工艺，就变成了类似棉花的东西，然后将这些纤维絮送进模具，从模具出来就成了卫生巾的吸水芯。一般情况下，卫生巾是由几层吸水芯组成，这样才能吸收更多液体，用起来也更加舒适。接下来工人给吸水芯加上底膜，这些底膜也是用植物纤维做出来的，然后机器对卫生巾压花，
就这样整个成品就做好了，看着和普通的卫生巾一模一样。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质检，用红墨水测试吸水性能，测试达标后就要利用紫外线消毒杀菌，最后就可以进行包装了。甚至连这些包装袋都是用植物纤维制作的，也就是说，卫生巾的所有部分都是可以生物降解的，可以有效的减少环境问题。他每天偷偷给自己家的猫下药，就掺在猫咪爱吃的食物里，一天3顿下的药还不一样。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因为他家的猫太可恶，每当他一觉醒来，脸上就会出现伤口，手臂上也有抓伤。他确定不是自己抓的，自己指甲很短，根本抓不出来这种效果。他现在怕得很，在卧室偷偷装了监控，结果却让他更加迷惑。只见每当他入睡后，他家猫就像疯了一样撕咬他，还把屁股在他脸上蹭来蹭去。他下意识把猫推开，接着猫咪的行为更加诡异，在地上不停地抽搐。主人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白天乖巧的猫咪晚上会对自己做这种事情，而且每次主人出门后，它的行为也很古怪，变得焦躁不安，愤怒地撕咬被子。这只猫到底怎么了？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，认为这猫应该是梦游了，很可能还做了噩梦，把主人当成了假想敌。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说明和他小时候的痛苦经历有关。主人这才恍然大悟，说猫就是他捡来的，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。医生建议先进行药物治疗，每天把药混合在猫粮里，慢慢缓解它的焦虑紧张，还要给它更多的陪伴，让它知道自己并不孤单。晚上主人又用上了安神香薰，甚至打开了专门给猫听的音乐。它听了一会就开始犯困，那它晚上还会咬人吗？只见半夜它径直来到主人旁边，徘徊片刻后，趴在主人旁边安静地睡了起来，一直到天亮，它都没再出现奇怪的行为。看起来小白已经慢慢康复了。大妈只是穿了件红衣服，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她，全都是因为她的指甲，她的指甲比你的手还长，足足有12厘米，小拇指却显得格格不入。她说小拇指是专门用来抠鼻屎的。大妈不仅指甲长，头发也很长，甚至都能拖到地板上，即便是邻居在晚上遇到大妈也会被吓到。大家都想不通，她为啥要留这么长的指甲，而且指甲还给她带来了诸多不便。洗头就只能用小拇指挠一挠，打字也只能借助铅笔，剥橘子要用镊子，甚至手套都要先开个洞才可以。她还要花大量时间保养指甲，一瓶指甲油只够用一次，完事还要给指甲戴上保护套，以防折断。出门都要把指甲护在胸前，指甲带来了诸多不便。但为啥要留呢？大妈说自己留指甲都是因为一个梦。原来大妈从小就喜欢打扮，有天她做了个梦，梦中人告诉她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剪指甲和头发，否则就会遭遇不幸。刚开始大妈也没当回事，这不就是个梦吗？但说来也是奇怪，从这之后，每当剪指甲就会心跳加速，剪完指甲就真的会生病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。后来出于敬畏之心，就开始留指甲了。为了让指甲显得不那么诡异，大妈去做了美甲，画上萌萌的图案，这样就显得可爱多了。这个和尚每天都去照相馆，表面看着道貌岸然的，实际上是专门来打印美女照片的。大家跟他来到寺庙，更是大开眼界，墙上全部贴满了美女照片。这些韩国女团他如数家珍，知道她们的名字以及热门歌曲，甚至记得她们的身高体重。身为佛门弟子，他一不念经二不打坐，整天就看女团跳舞。外人看到这个情况都骂他花和尚，说他六根不净，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。他在当和尚之前是个屠宰场老板，偶然捡起一本佛经，结果爱不释手，就像发现了新世界，自此放下屠刀剃发出家。他认为之前的工作让自己周围充满了负面磁场，收藏照片是为了更好的修行。此话怎讲？他说名人的磁场像星星一样强大纯净，这会让他感到无比的欢喜和安定。但他这种行为难免引来风言风语，随着非议越来越多，方丈也忍不住劝他离开。他最终被取消了法号，被迫离开了寺庙。他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山间小庙，取名龙宫佛寺，并自认方丈，继续自己的修行。他还把世界名人都刻在了石头上，围着寺庙摆了一圈，这一刻就是15年。他说做的过程也是一种修行，这种迷惑行为咱确实看不懂。韩国奇葩多，大家随便看看就好。小伙在大叔脸上闻了又闻，甚至连医生也忍不住闻了起来，只因大叔体味实在奇葩。他干活要随身带一瓶酱油，受伤后直接就用酱油涂抹，说可以消菌杀毒防止感染。等红灯的时候，他又掏出了酱油，拿棉签蘸上酱油就开始掏耳朵，延时也要拿蘸过酱油的棉签清理。回家后只见他厕所里也摆满了各种酱油，甚至还有料酒。大叔说自己是干性皮肤，每天都要仔细护肤，挤点乳液，再倒点酱油混合在一起，就可以往脸上涂了，甚至连脖子都要抹均匀，拍打促进吸收，瞬间整个厕所都弥漫着一股难以言说的味道。这还没完，他又用酱油兑水，直接拿鼻子喝了起来，说是可以清洁鼻腔。你还别说，这么一套下来，大叔整个人都变得很有精神。大叔还偷偷告诉记者一个护肤秘诀，那就是白天要用生抽，晚上用老抽，这样保湿效果最好。真有这么神奇吗？小伙决定尝试一下，把乳液和酱油混合在一起，按照大叔的手法涂在了脸上。看得出来他很后悔，可奇怪的是，一个用了10年酱油的人却从来不吃酱油，这又是为啥呢？大叔表示自己有糖尿病，所以不能吃太咸，而且糖尿病发作时皮肤都会开裂，
小时候看到父亲都是用酱油来涂抹伤口，自己也就学着在伤口上抹酱油，没想到啊，效果还不错，伤口很快就愈合了。从那以后就开始一直使用，但还有一个原因，大叔没有明说，那就是因为自己长期使用酱油，浑身散发出浓烈味道，就是因为这个味道还找到了老伴，老伴非常迷恋这种体味，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最后还有个问题，往身上涂酱油真的没伤害吗？检查发现，大叔的皮肤状况竟比同龄人要好很多。医生说酱油中确实含有很多有益元素，就比如抗氧化剂和乳酸，长期使用的话，确实对皮肤有一定好处，但还是建议少用，毕竟味道不是很好闻。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。一群专家对着一坨大便又摸又闻，还用吸管收集起来，只因这坨粪便不一般，是这面墙拉出来的。每天早上这面墙就会出现满墙粪便，有长有短有粗有细，然而这条街上只有他家墙上会出现这种现象。你要说有小动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，但什么动物会在墙上拉屎呢？大叔认为应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，但仔细想想，自己并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啊。他甚至偷偷安装了监控，始终没有拍到任何可疑人员，但粪便每天还是准时出现，你就说怪不怪吧？这到底是谁的大便呢？大家请来专家，决定从大便入手。专家对其取样化验，只要提取到其中的 DNA，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节目组也没闲着，又偷偷安装了几台摄像机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整条街道，一直到早上都没拍到什么可疑人员，但粪便还是准时出现了。大家仔细查看监控录像，发现大便是突然从天而降的，没有任何征兆，确实是奇怪啊。与此同时，粪便的分析结果也出来了，专家说这就是人类粪便，而且还是个女人的。听到这消息，大叔更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到底是谁做的呢？既然是人为的，那一定能拍到他。节目组把整个街道都装满了摄像机，发誓一定要找出这个始作俑者。终于在第5天拍到了大便的飞行轨迹，还拍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监控显示，大便就是对过邻居丢过来的。看到这个结果，大叔懵了。邻居名声挺好的，实在想不明白他们为啥会这么做。白天节目组拜访了邻居，老人说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，不知道妻子的这种迷惑行为，表示很不好意思，说可以帮忙打扫，以后会看住妻子，不会再让她乱丢便便。知道真相后，大叔也表示理解，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，起码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，大不了就勤快点刷墙呗。整条街只有这棵树，每天早上都会剧烈晃动，鸟都不敢在此停留。往下一看，才发现有个大叔在疯狂的拿头撞树，哐哐1分钟就要撞60次，都撞出血了。大叔却说这样对身体好，脑袋锻炼完，肩膀也不能少，拿出药膏随便涂一涂就好了，这样真的不会痛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自己已经锻炼5年了，还让记者摸摸看，果然已经练就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大叔还一脸傲娇，劝大家不要模仿，否则很可能脑袋开花哦。这条街上的店主都说，每天都能看到大叔撞树，就没见过额头不流血的时候。不过呢，还是心疼这棵树多一点。大叔看起来一身的暴力，工作起来却非常安静，为啥会选择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？大叔表示自己以前是拳击手，因为比赛打得不好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脱下拳击手套，拿上锤子，成为一个修鞋的。由于摊位所在区域治安很差，经常发生一些打架斗殴的事件。为了防止别人找自己麻烦，他决心变成一个狠人，让别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，所以就开始了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。节目组决定给大叔一个惊喜，带他来到拳击馆，面对久违的沙袋，大叔跃跃欲试，熟练地缠上绷带，和陪练一阵切磋。毕竟久输战场，看得出来力不从心，但大叔还是很开心，这是自己的梦想啊。大妈刚从银行取了钱，却故意丢在了板凳上，把钱还给他，他直接把钱丢进了下水道，接着放声大笑。看到有镜头在拍他，大妈神色慌张地跑开了。走访一圈才知道，这大妈的反常行为还不止这些。附近菜市场的商贩都收到过大妈送的钱，每天送2万韩元，丢下钱就走，从不说话，真的是奇怪呀。大家在市场安装监控，经过漫长等待，大妈终于出现了。大家偷偷跟踪她来到银行，只见她取完钱又随手送给了一旁的老太太。出门后又开始给路边的小贩发钱，一出手就是3万韩元。大家继续跟踪，发现大妈的迷惑行为还在继续。在买了几个汉堡后，她开始给身边陌生人分享，剩下了一个，她一口没吃，直接丢进了垃圾桶。这种种怪异举止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大家一路跟到了大妈家，才发现她家并不富裕，甚至还有点破。问她为啥要给别人钱，大妈却一口否认。大家拿出拍到的送钱视频，大妈立马改口，说自己是奉命办事，是山神让她这样做的，然后又扯了一些有的没的，越说越离谱，看起来精神不是很正常。另外大家还发现大妈财务状况并不好，存折上也只有7万多韩元，甚至水电费都没付，生活本身就很困难。大家去社区街道走访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大妈情况，想要帮助她都被拒绝了。节目组觉得有必要带大妈去医院看看了，结果一听去医院，大妈直接哭了起来，说自己必须要听山神的话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，让大家不要管她。看起来病得确实不轻啊。经过连续几天劝说，大妈同意去医院。和心理医生交流过程中，大妈还是不断的胡言乱语，
医生说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，同时还出现了幻觉，都是由于长期缺爱导致的。之前收到过钱的商贩听说大妈的情况后，都表示要把钱还给大妈，还要给她温暖，让大妈感受到被爱，赶快好起来，省流。大妈得了精神分裂症，大爷因为头痛去医院拍片，却引起了军事专家的注意。专家对着 X 光片测量，结果更让他傻眼，大爷脑袋里竟然有一颗子弹，而且是军队常用的 7.62 毫米子弹。子弹已经在脑袋里存在了50多年，但大爷本人完全不记得子弹是怎么进入头部的。既然是军队常用子弹，那大爷肯定与军队有着某种联系吧。大爷说自己年轻时参过军，打过仗，头部也受过重伤，后来慢慢恢复了，完全不知道里面还残留一颗子弹。那为什么被子弹射中，他还能活下来呢？这很不科学。专家说是有这种可能的，子弹应该属于榴弹，也就是经过障碍物反弹的子弹，不在有效射程内，所以才没造成重大伤害。而且子弹的位置在额叶右侧，这部分没有太多功能，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没有明显症状的原因。但现在有个棘手的问题，子弹距离大脑关键区域只有5毫米，要想把子弹取出来，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事故。而且大爷今年70多了，暂时没有太大问题，医生建议保守治疗，平时头痛的话可以吃点药。大爷也觉得，既然子弹在脑袋里待了50年了，也不差这几年，就让他安静的陪我到老吧。半夜去厕所，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，但主人每次上完厕所都会随手冲马桶，而且家里就他一个人，这就很诡异了。房子呢还是租的，才住进来半年而已，当时的租金还很便宜，证家里真的有别的东西。主人现在怕得很，半夜都不敢上厕所，只能憋到天亮。天亮后来到厕所，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，看尿的颜色，这东西啊还有点上火。主人决定豁出去了，在厕所安装了监控，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，竟然是他家的猫。猫难道会上厕所？主人说等它上厕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来了尿意，刚来到厕所，猫咪就跟了过来，直接跳上了马桶，像人一样蹲在那里开始释放，表情十分严肃。主人还说自己从来没有训练过它，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？专家说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，如果你们关系很好，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，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。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，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，之前主人上厕所，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，现在呢，如果厕所门关了，猫还会叫个不停。为了方便它上厕所，主人决定以后就不关厕所门了，如果它能出马桶的话就更好了。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件灵异事件也和猫有关。这个健身器材会自己运动，周围没有人，也没有一丝风，它却持续摆动了30分钟，仿佛有人在上面锻炼一样。旁边还经常出现一只黑猫，黑猫死死地盯着健身器材，器材一动，黑猫就叫，看起来非常瘆人。诡异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晨，虽然漫步机已经停止了摆动，但手臂健身器又开始自己转圈，周围依旧没人，也没风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来到旁边，突然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，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，转个不停。很明显啊，这鬼不怕生。有个工作人员不信邪，直接站上器材运动起来，一切都很正常。等他下来后，器材竟然持续摆动了1小时，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惯性的原因？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的站上器材，运动起来真的好丝滑。节目组又把手臂健身器做了个对比，用相同力气转动健身器，这个问题器材比其他的整整多转了半个小时。这时公园的管理员大爷来了，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这是前几天新安装的，涂抹了过量的润滑油，所以比较丝滑，只要轻轻一晃就可以持续摆动很久，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。健身器材很可能就是这只黑猫晃动的，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。然而下面这家发生的事就多少有点诡异了。它在墙上不能挂任何小孩的照片，只要一挂上就会被墙壁震掉，就好像里面有人在敲墙。每过5分钟，墙里还会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小孩每天都会被吓哭。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，不仅墙会响，地板也开始震动，尤其到了晚上，声音更夸张，弄得一家人都无法睡觉，甚至到了只有吃药才能睡觉的地步。主人说已经有3年没能好好睡觉了，他们把家里能发出声音的设备都拆了，声音依然没有停止。奇怪的是，邻居家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。邻居怀疑会不会墙里藏了什么东西，因为实在找不到原因，他们不得不往那方面想。工作人员趴在墙上等待声音出现。뭐야? 声音远比想象的大，节目组猜测会不会是建筑工地的声音，但他家附近并没有施工现场，锅炉和水箱也检查过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就在这时，专家发现楼下的水表管道有问题，一旦过水，水管就会震动。专家关闭了水管，果然声音都没再出现。接着再次打开水管，声音再次出现。专家解释说，声音就是水压造成的，水压冲击使得管道震动，然后又引起了墙壁震动，进而产生了声音。随后改装了管道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